你是谁？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身处何种困境？人生难题那么多，听听别人的故事，找找自己的答案。Ya udah. Ya HP-nya Mbak Kreti. Ah. 嗨，哎，你好，哪几本是你的书啊？一二三，这哦，个都是你出版的书。啊，对。奥古斯丁，他曾经是战地记者、摄影师和旅行者，如今他是印尼的畅销书作家。10年时间，他走遍亚洲内陆的是非之地，是逃避还是在寻找什么？他的中文名叫翁洪明，是一名印尼华人，在他身后是一个海外华人家族和他们绵延100年的身份纠葛。名人面对面，我与世界，第3站，雅加达。奥古斯丁，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自己跟父母是不同文化的人，我们日常生活是用印尼爪哇语，可是他们的思想都是用普通话表达。到了北京以后，我父母每个月都给我写信，写的都是用中文，然后那时候才感觉到，其实我很不了解他们。学了中文以后我跟爸爸还可以谈政治啊，还可以谈哲学啊，什么可以听懂他们的自己想的声音，自己脑海里的声音。他们日常生活可能不会夸奖我们，可是在他们的信，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我妈妈写我是她最相爱的孩子，这句话日常生活从来没有听过，我是她的好孩子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没有。我是真的我看过她写的中文的信，第一次看到我都哭得稀里哗啦。2010年，我妈妈得了癌症，然后被妈妈在深圳养病。当然，痛苦是痛苦的，同时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认识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妈妈。那时候我真的可以用中文跟她交流，她的爱情，她的成长，她的渴望，她的中国的身份。然后我们是互相交换故事，我是为他读我的游记，好像1001夜的公主给波斯皇帝读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延长他的生命。我觉得我给妈妈读我的日记也会延长她一日一日的生命。你最开始学中文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学的？是什么？是在印尼吗？在你老家吗？对，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送我去补习中文，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啊？好像是5、6岁吧，就是小学1年级那时候因为印尼那时候还是禁止学中文所以我们是偷偷摸摸的去上学。我记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敲门的时候，我们是用一定的那个信号，老师知道是学生来，因为那时候是禁止嘛，所以如果那个警察抓到也是会麻烦的。81年出生，5、6岁就是86、87年。那个时候是去老师家里边，然后单独这样1对1的补课吗？ 2、3个学生吧，一起上，都是华人的学生。那你当时有问爸爸妈妈吗？我为什么要学中文？那时候可能小孩也不会太多问吧，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我的那个学中文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果我不去上学，我懒得去，妈妈会打我。然后到了补习的那边，老师也是很老的老师嘛，他们的那个教法也是可能古老的，然后你写错了一撇一捺也会打我，所以感觉那时候不太爱学，因为觉得学中文是相当于痛苦，所以嗯，然后你学了很多年都还不能自己造句。因为老师用的那个课本就是备课，全部都是背下来的，然后那个词汇也是日常生活也不用嘛，所以那你有跟妈妈爸爸说我不想学吗？有1、2年我都停了，可是后来又开始回过去补习。我们家日常生活用英语找外语。我爸爸妈妈是他们之间是用汉语说话嘛，用普通话，普通话是相当于他们的秘密语言。有时候也是想听懂爸爸妈妈到底说什么。1981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南海张市，父母在家乡经营一家杂货店，卖电器、卖鸡蛋，也兼营草药和针灸。奥古斯丁一家3代有3种母语，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来自中国福建，老人家的母语是家乡的福建方言。而父母出生在印尼，年幼时就读中文学校，母语是中文普通话。20世纪60年代，印尼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此后中文在印尼成为禁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奥古斯丁和弟弟从小只会说爪哇语和印尼语。奥古斯丁告诉我，家族里的同辈人没人懂中文，父母要求他学习中文，是希望他记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因为我爸爸，因为他的中国的身份、华人的身份，也是在印尼受到了很多苦。66年还是67年，苏哈多政府想要没收他们城市的华人的商店，全部都要没收，要给印尼人。然后我爸爸去抗议，然后因为抗议，爸爸去坐牢。我小时候早上要起来的时候，我妈妈会唱国歌叫我起来，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们。像爸爸妈妈每天看的那个电视是中央电视台，然后我们过春节的时候也看春晚，父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印尼人。那时候用的词是中国人这个中文词，而不是用印尼语说。所以当我们说是中国人，就是代表了你有很好的特征，就是努力、聪明、高文化什么的。然后当你用了这个印尼人这个3个字，它是有充满了一个贬义的意思。那时候我们是这样被教养的。可是，一出门，觉得身份是完全改变。那我呢？我是从初中、高中，我就是上印尼的国立学校。在学校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就说自己是中国人也会被欺负。有时候自己也问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印尼人？如果自己是中国人呢？他们的语言也不懂，他们的电视节目也看不懂，中国的历史也懂得很少。那如果自己是印尼人呢？为什么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人会欺负我，因为我的眼睛
我的皮肤我的肤色，然后被提醒你是外国人，你是中国人，回到中国去吧，就这种话，所以80年代我觉得我是在这种被欺负的状态长大的，我连出门都不敢自己出门，每次都有当地的保姆都陪我去，我小时候就基本上不出门，因为觉得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爸爸有时候也是嘲笑我，觉得我是可怜虫没有自己的骨头的。80年代的情况90年代的情况是苏哈多时代，你是被强迫要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100%的印度尼西亚人，要忘掉你的这个自己的祖先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对你来说是第一是一个反抗，第二是一个生存。我这一辈可能是不太一样，我是想被我的社会被认可、被纳受。我觉得自己也是比父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努力把自己印尼化，把自己改变成真正的100%的印尼人。98年发生之前，95年96年，其实印尼开始发生了动乱，发生了这些反法的动乱，那时候才开始提问，那如果我已经是这么努力是当印尼人，还是被认为自己是外国人的话，那我何必呢？这也是让你离开印尼然后去中国的原因之一吗？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我其实99年发生了一个事情，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高中毕业，我想出国留学嘛，然后我是办护照，办护照的过程中，在那个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其实我爸爸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的那一天，我已经出生了10天，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还没有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小的日期，就是差10天而已的这个小区别。然后他们说，那样的话，你不是印度尼西亚人，你是外国人。所以他说你还有去法庭，还有表示跟印尼的这个钟爱的忠诚度也是，对，那时候对我很大很大的打击，我一辈子觉得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都有印尼的身份证，上那个印尼的爱国主义课什么，成绩都很好，然后也是其中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可是。这是发生在你18岁成人礼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对，这个来我98年以后就是99年，我记得很清楚，99年，2000年我是第一次出国，而且爸爸妈妈那时候特别感动，就是他们的渴望就是他们自己想回国，可是孩子反而是有第一次的机会，所以他们就非常感动了，好像是代表了父母回国了那个。然后妈妈说，他爸爸是校长嘛，是华人的中华学校的校长，所以妈妈说你的那个老爷爷，肯定在天堂，肯定看到你非常非常的自豪。2000年，19岁的奥古斯丁来到北京就读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突然之间自己不再因为肤色惭愧，就像一条鱼游进大海，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外来者，因为我拿了印尼的护照过去，到了学校，然后
必须要住在留学生宿舍，不能跟那个中国学生太多打交道，也不能跟他们合住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学费当然是留学生的学费，很多很多限制提醒我也不属于这个地方。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深刻的印象，2000年，当时北京的人们很多那个吐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这个我感觉到很吃惊，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在印尼，我小时候，当我在路边吐痰的时候，我妈妈就直接打我，她说你不要吐痰，就印尼人吐痰，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吐痰。我在北京是反而觉得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开始听印尼歌，每天都听印尼歌，然后吃的印尼饭，然后还有我记得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也是常常穿印尼的服装，而且这个服装本来我们都不会在上学的时候穿，比如说穿沙龙就是好像一个裙子一样的那个沙龙嘛，比较长的。因为我是骑自行车也是有点困难嘛，我的沙龙就经常在这个轮子开住了，所以在路上跌下来，然后人们都会围观，然后觉得我很奇怪。2005年，奥古斯丁大学毕业，他没有找工作，反而拿着仅有的$2000踏上旅程，他要去看世界。这一走就是10年。我是第一次当背包客是去蒙古国，后来我在阿富汗待了3年，我在了中亚5国也是旅行了比较多，然后在巴基斯坦、印度，也是待的时间比较长。大部分是一个有冲突的地方，我是当一个旁观者去看他们的冲突，为什么我们对其他的群体发生了仇恨，发生了恐惧，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旅行是一种方法，让你迈进了不同背景的人类，然后你就体会到，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很多是一样，我们的 DNA 是99.99%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我们的不同之处？如果我们有那么多的同样的之处，很多冲突其实是你的幻想而已，或者你的社会大家都一起共同的去幻想。其实这个冲突不存在。比如说去那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然后在印度人们会一直说巴基斯坦人不好，巴基斯坦人是非常非常不好。然后在巴基斯坦也一样说印度人不好，印度人危险，印度人是魔鬼啊什么的。可是你真正在这个印度的社会和巴基斯坦的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好人的。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的时候，我的钱全部被偷了。然后我到了喀布尔的时候，我的钱都不到$1，真的不到$1。幸亏有人把我带到他家里，然后在那边给我住宿，免费住，免费吃，把我到我在喀布尔找到了工作，所以我后来在喀布尔是当了记者嘛。然后在当记者的时候，我也是住在办公室，跟阿富汗的一些当地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分享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关于宗教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什么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可以看到他们当他们已经把你当成兄弟的时候，他真的是他会牺牲一切，为你牺牲一切。你说阿富汗的人情感让你对于家的概念有所转换，你可以作为一个外来者很快的融入到这样子一个群体当中，但是
回看你在印尼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到印尼，在中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到中国，你会有想过那个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吗？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把身份的问题看透了。因为长大是在一个身份冲突的环境长大，要么中国要么印尼。可是我去离性的时候，就抛下了所有的这一些。你是先放弃自我，你才可以找到自我。我觉得这个旅行是这样改变了我。那同样的，在阿富汗的，我是在这个民族群体是有这个很多好朋友，在另外一个民族群体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互相这个民族都互相打，互相仇恨，互相亵渎另外一个。我不在这个冲突成长的，我没有带着他们这个民族的冲突，我可以融入这个民族，可以融入那个民族。你在这个国家出生，或者在那个国家出生，你在这个宗教环境出生，这个宗教环境出生，这个是影响了后来你的想法。可是人类的本质还是一样。2013年，奥古斯丁回到印尼，在茂物，他第一次参加了元宵节的欢庆游行。最让他感动的是，看到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们跟着华人一起庆祝节日。在他看来，占印尼人口4%的华人群体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认可。时代已经不一样，98年以后，苏哈托的政府下台了，印尼是完全换了政府。我们华人的当印尼国民的人权也是必须要受到尊敬。以前一些对华人的这个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个接着一个是被删除掉。印尼也是承认了儒教当了一个国家承认的宗教之一，然后春节也是已经成为了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法定节日。华人的学校也可以建立了，在学校也可以学中文了，也可以有中文的电视台，有中文的报刊，有中文的书。就是我2013年从中国回到印尼的时候，我看了我爸爸已经老了，身体也弱了，所以我跟爸爸说，你一辈子一直想回国，我已经存了钱，我可以带你回国。然后我爸爸说，不对，你不叫回国，你叫去中国，我们国家在这里。这是我爸爸的一个大变化，因为印尼已经接受了他的中国的身份，他就是自愿的去接受印尼的身份。我爸爸是在我们的农村，他跟一些朋友一起合作，建立了一个学校，他们叫三语学校，在学校里面给孩子们教印尼文、英文和汉语。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带你回国，带你去中国看看，他不愿意，他愿意把他所有的钱就是为这个学校建立起来。我爸爸也去世了，这个学校是他的一辈子的梦想的之一。你好，你好，我的编辑，辛苦，编辑，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哦，不会中文，不会中文。早安的华人一般都，我们的年龄都不会。小孩子可能学校学的可能会一点点。这个是雅加达最老的华人的寺庙，这个叫金德院，1650年建起来的。你的身份并不只是一个，你的身份是有很多层次的，每个人有300个、3000个身份在里面。你的祖先、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宗教、你的工作，你喜欢的球队，这个都是你的身份的在里面。当你说你的民族当身份，民族也不只是一个，我也可以当华人，也可以当中国人，也可以当印尼人，也可以当爪哇人。其实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色彩，我们
每个人都有很多色彩。你今天是也穿了有印尼特色的这个服饰，但是你仍然其是实今天我穿这个，大家都说这个是中国的服装啊。哦，真的吗？其实这个是有意思的，这个是中国的盘方式，扣可是这个是印尼的，所以这个是其实混杂的，结合在一起。那个比如说来自中国的食物比较著名的唐人街。你的祖籍是哪里的？广东。广东。Hello， 老板你好。好，福建，福建，厦门。包。